咱们呢，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仪表和车身模块。那么，咱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仪表系统。那么，咱们汽车的仪表呢，是以咱们这个主 CPU 为核心主 CPU 为核心。然后的话呢，外挂一方批入母，也就是说电可改写指度存储器。这个存储器里面呢，储存着咱们车的底盘号、咱们车的密码。还有咱们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需要记忆的一些程序。那么这些数据的话呢，是随着 CPU 的运行，这些数据呢是会随意改变的。那么一方批入母，那么给 CPU 呢这个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存储媒介。然后呢，这个 CPU 整个运行的话呢，它有了一个 CAN 的接口。这个现在仪表呢越来越简单了。我记得从前我修车的时候呢，咱们这个仪表好几个插头，然后插头上全是线但是现在呢，这一个仪表上就4、5根线一正一负一电火开关，可能加2根看线，或者就一正一负加2根看线，什么都没有那么这时候咱们汽车的线路呢是大大的简化了那么它呢归功于它的CAN接口CAN通讯。那么整个咱们仪表的运行仪表的运行的话呢，它有咱们的这个步进电机驱动电路还有这个故障指示灯专用的驱动电路和蜂鸣器的报警驱动电路再加上一些相应的报警开关及传感器信号接口。那么这些的话呢，咱们组成的一个硬件结构。另外的话呢，咱们中央的信息显示中央的信息显示呢，由咱们 LCD 也就是液晶屏也就是咱们液晶屏那么咱们整个仪表的运行呢，是以电源系统为支撑的。那么呢，咱们老师呢给大家把这个仪表的系统进行模块的快速区分，咱们看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咱们仪表的一个电路板。那么现在呢，我快速的对咱们这个系统呢进行一下切分这个的话呢就是咱们的主 CPU 系统，然后这是咱们的电源系统，在这块的话呢是咱们背景灯照明整个背景灯照明这个也是背景灯照明。另外呢，它这些个别的故障指示故障指示的话呢，它通过仪表的这个显示屏来进行显示。那么咱们这个仪表的背面看一下子仪表的背面呢是咱们的这个步进电机。那么步进电机呢都是4线的步进电机都是4线的4线的话呢，它采用的是交流驱动的方式和咱们车上的4线步进电机驱动是一样的。咱们车上有怠速控制阀，有这个还有那个暖风暖风的这个模式电机，有的模式电机它也是步进电机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个仪表的它都属于4线步进电机。当然了，还有一种是6线的，就这么2种。4线步进电机呢，它使用的是交流驱动。那么驱动的过程中呢，用咱们的 CPU 的 H 桥用咱们 CPU 内部的端口就咱们这个 CPU 的引脚，然后内部的这个驱动口做了一个 H 桥就是这种驱动口做的是这样。那大家看一下这个 CPU， 紧接着看咱们下面的 CPU 这是主 CPU 控制它里面的话呢有 I/O 口，有 AD 口，然后整个这个运行的一些程序都在这里面放着再往后呢，这个 CPU 的下方CPU 的这个右下方这个位置连着一个咱们的 93C66 这么一个存储器，这是典型的一个 SPI 存储器。那么咱们这个 SPI 的这个存储器呢SPI 的存储器，那么这个时候SPI 存储器它跟 CPU 的连接方式咱们看一下子那么这个 93C66 存储器首先跟 CPU 连接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有个时钟然后有一个数据发送叫 DI，
有一个数据接收啊，叫 dout 啊 dout 啊，就接收，然后再加一个 cs 是片选啊，再加一个片选。随后的话呢，咱们这个存储器的话呢，还得有一个啥呢？叫写保护啊，还有一个角是写保护啊。写保护是干啥呢？如果你只允许这个存储器只允许读，不允许改写啊，只允许读啊，不允许改写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只需要把写保护呢置低或者置高就可以了啊。如果允许读写，那你就把写保护解开啊，那么这个存储器的话呢，就可以正常读写了啊，正常读写了。哎，这个的话呢是咱们这个存储器这儿啊，哎，咱们这个存储器里头它的一些结构啊。那么这个 SPI 通讯的话呢，是咱们 CPU 内部啊，是咱们 CPU 内部的一个通讯网络啊，它连着很多模块啊，很多模块都采用这种模式啊。大家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呢为咱们的这个电源系统啊，电源系统。哎，这个电源系统的话呢，它三条线非常简单，一正一负，再加一个信号啊，一个5伏输出就完事儿了啊。这个的话呢非常简单的啊。那么一个仪表工作不正常，你上第一件事先判断这个CPU， 那就是咱们这个存储器啊 CPU 这个位置有没有电源啊？这个电源呢就来自于稳压啊。另外的话呢，咱们呢这个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功率管啊，大家看到这些功率管，它是做咱们这个充电啊，做咱们这个仪表的这个背景照明灯啊，仪表的背景照明灯这个来背景照明灯指示的啊，这里头啊是背景照明灯指示的，也就是它是一个驱动。那它这个驱动的话呢，咱们这个 LED 灯，我说一下了啊，咱 LED 灯一个灯的话呢发光需要是2伏电啊，那么咱们呢为了这个好控制，咱们一般的话呢都得是3个以上的发光管串联啊，3个发光管以上的串联，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控制接地啊，哎，控制接地，这样的话呢它只要电压高于6伏，这个灯就可以正常点亮了啊，低于6伏是不能正常亮的啊。那么咱们仪表的背景照明一般都是采用串并联的方式来实现的啊，是这种。然后呢，在咱们仪表上呢有一些通病啊，凡是修仪表的同学，大伙都知道有一些通病。哎，你像我这些朋友啊，有很多是开修理厂的，然后特别是开这个电器修理部比较多啊，我经常去他这个电器修理部呢，去那个聊天啊，看他们干活。哎，我发现他们修仪表啊，根本就不用那个万用表啊，就仪表有故障根本不用万用表。当时我非常奇怪啊，那为什么能不用万用表呢？啊，像这仪表有很多通病怎么处理？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个 CPU 开汗啊，一般情况下都是主 CPU 开汗。我看他们修仪表的时候，都是把仪表拿下来啊，把仪表拿下来，然后的话呢 CPU 加汗一圈通电，10块表能好8块啊，哎，10块表能好8块啊。那有的人说，那老师，那你是咋修的？啊，我跟他们修都是一样的，哎，这就是修仪表的通病啊，哎，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简单，10块表好8块啊。另外2块表的话呢，问题特殊，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了啊，那个就千变万化了。但是通病就这一点，哎，为什么呢？因为仪表所处的位置呢，正好在这个表台的上方，这个位置呢震动大，再加上它引脚这个管腿它这个管腿呢，这个密啊，焊点呢少，而且呢热胀冷缩，震动在家大，所以说呢非常容易开汗啊。那么呢，咱们有些车型啊做的非常到位，就是给这个为了防止这个芯片开汗啊，这个芯片上面都涂有了胶啊，这一圈打这一圈胶啊。那这种仪表的话呢，这个 CPU 呢就不容易开汗了啊，就不容易开汗了。哎，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仪表啊它非常容易丢程序。哎，丢程序的原因呢，就是点火的干扰。那么点火的干扰呢，会造成 CPU 存储器或者 CPU 的主程序丢失啊，也就是会造成咱们这个仪表内部啊这个存储器的数据丢失啊，或者造成
这个 CPU 内部啊，程序就是